你準備好退休金了嗎？當退休門檻越來越高，想過理想的退休生活，到底要準備多少錢才夠用呢？本來1104萬確實不少，把勞保考慮進來以後呢，竟然只需要477萬元，而且加入勞退之後，它其實金額準備會更少，對不對？我告訴你，這個講了你會非常壓抑。今天我們就找來理財專家怪老子，他說想要退休後月領5萬塊，只要準備400多萬本金就足夠了，而且就算40歲才起步也還來得及。一起來聽聽他是怎麼做到的。嘉軒，你現在有在想退休這件事情嗎？我還不敢想。你應該也不要啦，對，但你沒有做理財的規劃嗎？我現在就是做好了自己的投資，但是我沒有想說什麼时候可以退休這件事。是哦，但其實台灣人現在最憂慮的還是退休之後的生活，所以我們今天要邀請到的是怪老子老師。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对，因為其實好多的網友都有在問啊，就是說，這個看了下班經濟學之後才知道投資太晚，那我們40歲或者50歲才開始，來得及嗎？當然是來得及，來得及哦。但是呢，你首先得先要知道說，退休的時候你需要多少錢嘛？那現在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還有人說需要到3-4千萬，別嚇死人了啊！那其實這個退休哈，你需要準備退休金，其實是有4個大的變數來決定的哈。那第一個當然就是你投資報酬率，你多會投資，然後再來是你想過什麼樣子的生活。有的人是粗茶淡飯，不需要去國外旅遊什麼的，所以每一個人退休後的生活，你想界定什麼生活，你要自己先確定好，這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另外你還得考慮通膨的問題啊。我們的物價越來越高，還有你可以活多久？活多久？這不是我們很難自己決定的。沒有錯。所以我通常都是在講，就是說，後面那2個通貨膨脹是政府幫你決定了，通貨膨脹率，然後你能夠活多久有沒有？是老天爺決定的嘛。但是我們在講說，你至少要算到能夠用到100年嘛，65歲退休有沒有？我們好歹有沒有你還能夠用35年？35年呢？對那我們來看第一個欄位就是每一列有沒有？是說我1年需要多少錢？那我一般來講，像我自己的話，我大概是我跟我太太就不要有奢華的生活，这是在最高120。我基本上5萬塊有沒有一個月就夠的，所以等於是1年有沒有就是60萬嘛。還有就是我投資，像我那個退休有沒有？我簡簡單單能夠有6%，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說6% 的話，剛剛講說，如果通貨膨脹率我們能夠抵擋1.5%，我能夠用35年，每個月5萬塊的生活費的話，其實你知道我只需要多少退休金嗎？1104萬。1104萬。對，當然這裡頭是講說每個月生活費5萬塊啦。你如果說每個月生活10萬塊，一年要120萬，有沒有？就不是這個數字。同樣，我的投資報酬率有6% 的話，那你會需要2207萬。對，等於是增加1倍。那我們剛剛看就是說，如果你只會投資定存，同樣的1年我要花費60萬，你需要2031萬。所以這裡頭就是我們在講，你會不會投資，也決定了你需要準備的退休金。你越會投資，你同樣的花費所需要的退休金就會越少。可是如果我們已經40歲的話，1104萬，現在來得及存嗎？要存多久？1104萬是聽起來很多，對呀。但是如果你會投資的話，這個時間有沒有不是你想象的那麼長。當然這裡頭有2個，還是一樣有2個變數了，就是說，你每個月能夠存下多少錢嘛？這個很重要啊。对啊，你能夠存的錢越多那你要存到1104萬的話，是不是越短？還有你多會投資，我算了一個表格有沒有？這裡面有一個是投資報酬率有多少，然後另外一個是你每個月有沒有能夠投入的金額
我有一個綠色的那個數字，是意思是說20年之內你就可以存得到的像比如說15000塊好了，是。然後呢，如果說我們講說0050啊，它保守一點，每一年有10% 的投資報酬率的話，那這樣的話也只需要20年，所以你40歲如果說開始存的話，也60歲就能夠達到1104萬這樣子一個數字對，所以時間很重要，对不對？而且耐性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資報酬率是，可是老師，你現在所有的設定跟假設是都是在就是投報率有6%以上，是。可是你知道，像即使在2025年股市漲成這樣子，還是有人賠錢呢。所以我覺得說要怎麼樣確定個人的投報率有6%，我覺得好像也没有這麼簡單呢。我們在講說投資有沒有雖然沒有保證是每一年都賺錢，對，但是平均獲利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們來看，就是像比如說0050有沒有它也有跌的時候啊。對啊。那曾經這個疫情的時候跌到275，那時候你為什麼不去撿，對不對？今天裡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我只要平均報酬率是在6%，就是有時候某一年度它漲很多，然後某一年度甚至於是虧損都沒有關係啊。但是呢，如果說它只要是平均有沒有是在6%，那就是不錯。那第二個呢，就是說雖然是平均有6%，可是有時候起伏很大，那也不是我們退休我們所期望的。對呀。這怎麼辦呢？就是說，我說在講投資，第一個你要先選到你會具有源源不斷現金流入的商品，像比如說高股息的 ETF。它每一年是不是都會賺錢，然後都會有配息，對不對？0050呢，它賺的錢是不是更多？每年它只是說那個配發率有沒有配的息少一點而已。然後這些公司呢，每一年都賺錢，那它的那個我們講說它的走勢是不是這樣一波一波的往上？第二個你要做的是什麼？有這個波動，我可不可以把波動壓低？這裡頭就是說，你不能夠只持有股票的 ETF，你還得加入債券的 ETF， 因為股票跟債券它具有負相關的一個效果，就是一個是往上這樣漲，然後它另外也是趨勢，都是長期趨勢往上，只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時間，股票往上的時候，它會往下一點點，所以它把它綜合起來以後，它的波動就會變小一點點。第三，如果是退休，我為什麼用6%？那個我們在講說0050不是有十幾%嗎？然後債券也有6%，為了讓它的波動有沒有變得更小，我們應該再做一個叫做風險稀釋劑，就是定存。定存，對。像比如說，我跟大家講說，如果說我的曝險比例是70%，也就是說，如果我有1000萬，我只拿700萬出來投資股跟債，那300萬呢，我放定存，所以我的曝險比例只有70%。然後呢，股債各半，35% 拿出來買股票的 ETF，比如說0050，然後35% 呢，我們可以拿來買債券的 ETF，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00679B 這一檔。那如果說過去有沒有的那個0050，它的平均報酬率是11.5%，對呀。然後00679B 有5.5%，然後定存，我們也有1.7%了。這樣組合起來其實比6% 還要高。其實它是6.5%，它的那個報酬率。那這裡頭這個是平均報酬，所以你講的說有的時候它可能會沒有那麼高，這也是對的，只是我們這樣組合的時候，它的波動呢已經很低了，老師剛剛有講到，就是這個退休金是1104萬嘛，那我們有辦法就是維持在同樣一個水準之下，但是把這個金額變小一點嘛？可能很多人就會覺得，這個好像還是蠻高的。沒有錯，我們剛剛只是現在講說有沒有我都沒有任何其他的資源下，
全部都得靠我自己，有沒有哈？在籌措這個退休金的話，對呀，我需要1104萬啊。當然，如果你更會投資一點，可能金額還更少一點了哈。但是不要忘了，我們還有社會保險，老人年金，我們有不止老年年金哦，其實我們還有退休金啊。那現在的退休金是勞退新制。所以我們會有2個退休金的那個來源我們先講，就是說，如果我有勞保老年年金的時候呢，我每個月需要5萬塊，那政府呢是不是就幫我們籌措了一些，有沒有哈？像比如說好了，如果我年資有40年，那麼我們用最高的投保薪資有沒有哈？45800，25歲開始工作，65歲退休嘛哈。那我們這樣算起來是。勞保老年年金是28396元，那你想想看，我本來是說每個月要5萬塊，政府勞保老年年金已經幫我資助了28000多，所以我剩下金額是不是比一半還要少一點，對不對？對。那我們用同樣的公式，同樣的試算出來，你知道只需要多少錢嗎？477萬。真的嗎？這裡頭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工作40年了。對呀，因為有一些人工作年資沒有那麼長。對，而且也不是說每個人的那個薪資有沒有都是45800，有的人可能只有3萬多啊，對不對？对。我也幫大家算了一下，如果說你的那個勞保老年年金領的是零，那當然你就是需要1104萬嘛，對不對？如果說我勞保老年年金是2萬。2萬，好，每個月有2萬，那這樣你的缺額只剩下多少？這叫662萬。沒有錯。那我們剛剛在講說28000的話，有沒有？是不是只剩下486？剛剛477就是在這邊。所以呢，這張表有沒有？好，我們觀眾你自己看清楚，自己當漏一下，對不對？開一下，截圖都可以的。對所以每個人是不一樣的你可以根據自己，就是說，那你看看。如果是本來是1104的話，現在你的缺額會是多少？這是每個人是不大一樣的。而且加入勞退之後，它其實金額準備會更少，對不對？我告訴你，這個講了你會非常壓抑。我們勞退其實勞動部有沒有它有一個網站，它會讓大家可以去根據你的情況去做試算。每個人都不一樣。那我就用一般大家的那個薪資有沒有幫大家試算一下，一樣25歲開始工作，然後那個起薪呢是3萬塊，這個是企業會幫你的薪資那個提撥6%有沒有去運作嘛去投資，那麼它會有投資報酬率，它成立到現在它的平均報酬率有6.42%。我們用這樣子去計算的話，那我們的薪資也會成長嘛，怎麼成長？如果是3萬塊，然後到我40歲的時候呢，能夠成長到53000，那這樣的話，相當於每一年成長1.44%。你知道這樣子有沒有你退休的時候勞退可以一次領多少錢？469萬嗎？沒有錯啊。這個數字不是我算的，這是勞動部，這勞動部算的嗎？對啊，這裡頭大家不要忘了，他還沒有自提6%。這個只是那個企業主有沒有幫你提撥的金額。那這樣我們本來就看說，本來1104萬確實不少，但是把勞保考慮進來以後呢，竟然只需要477萬，對不對？然後再把那個勞退有沒有再把它算進來，你知道嗎？你只需要準備8萬塊，是這麼少？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對。但是呢，其實我告訴你，我最近還碰到一個 case 有沒有比這個還要少，就是他領的錢比我們現在所舉的例子還要多所以其實勞退跟勞保有沒有這是政府的一大德政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是，老師有講到說這個退休族很需要現金流嘛，那做好股債配置也很重要。是，那現在大家就是吵不停這個話題，就是到底要買0050呢，還是高股息 ETF？
我們在講說很多人投資他都不看那個報酬到底是怎麼樣，他只是看說我有沒有拿到現金，然後有人拿到現金有沒有？是，我現金為王。錯，除了現金之外，我們講說配息有沒有？哈，現金你要現金配息，那個只是左手換右手而已。對啊，重要的是你這家公司有沒有賺錢，賺的報酬率是多少？所以我們這個看就是說，你應該看的是什麼？總報酬。總報酬。我舉個例子，最簡單的例子啊，如果說有兩檔都投資1000萬，如果說 A 的這一檔呢，它的那個投資報酬率是10%，所以他是不是賺了100萬？对呀，他的總資產是不是變成1100万？對。另外一個呢，如果他只有5%的報酬，同樣1000萬，他是不是只賺了50萬？是。好，然後接下來你賺到100萬呢？哎呀，我沒有錢，我配給你20萬，我80萬呢還留在企業裡還留在公司裡所以他的配發率只有多少呢？我賺100萬只配20萬，所以20% 的配發率。另外 B 的這一檔呢，我賺50萬，50萬全部配出去，我配了50萬，所以它的配發率是多少？100%。好，那個要比較說，一個他只拿到20萬現金，另外一個是拿到50萬現金，對不對？我們如果要比較，應該怎麼比較呢？你需要現金，真的一定要他配給你嗎？你不能夠賣一點零股嗎？好，我就賣一點零股，我再把它賣掉30萬，來湊個50萬。A 也拿到50萬 ，B 也拿到50萬，對不对？可是 A 的話，因為他賺100萬，拿回去50萬，他還剩下多少？50萬，再加上本金1000萬，所以他是1050。B 的這邊他也是投資1000萬，然後他賺了50萬，然後50萬拿出去。他又回來到了1000萬，同樣都是拿出去50萬的現金A 還剩下1050萬 ，B 只剩下1000萬，你要哪一個？當然是要 A 啊，對啊，但是大家就看不清楚哪一個是 A 啊，就挑不到嘛。对啊，其實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啦，講到底就是說，你要看的不是殖利率是多少，也不是看你領到多少配息。你要看的是什麼？總報酬，就是我的價差加上配息有沒有？配息還原的總報酬。為了要能夠讓那個投資者信服，我就叫 AI 幫我寫一個程式，叫他去幫我抓資料。我們先把0050、還有0056、還有00878以及00713。0050它是市值型，然後賺的錢是最多嘛，对，其他3檔呢都是高股息的。那我就叫那個 AI 的試算怎麼試算呢？一樣，你們都各投資1000萬，分別到這4檔裡面這4檔不是會發配息嗎？對，配的息你領到都不要動哦，你把它放到你的現金賬戶裡頭放到現金賬戶，不要再投入。然後呢，我們說我要用錢啊，我要每個月提領5萬塊出來。有配息的話，現金會一直累積嘛。如果有現金，我就直接從那個現金賬戶裡來提這5萬塊。如果說不夠，那怎麼辦？我就賣掉一些零股來提這個現金，等於是說每一檔每個月都提了5萬塊，所以提出來的總金額是不是也是一樣？對。那這樣的話，這4檔剩下來有沒有？留在場子上誰最大？對，誰的最多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做了。這4檔裡面，你知道誰第一名嗎？就是0050。0050，對不對？0050到最後的結果呢是1859萬元，然後第二名0073 1600多萬當然最後一名有沒有？是0056，只剩下1367万。其實這個就是代表說0056它是就是比較注重配發率，所以也是不錯。1000萬裡頭有沒有它還是成長了但是呢，0050你看它的成長最高。但是這裡面呢，你知道我會最喜歡哪一檔嗎？你最喜歡那個紅色這一檔？喂，你怎麼那麼了解我？沒有，因為它就是又有現金啦，它成長率也不錯，對不對？
沒有錯。其實我們看哈0050有沒有哈？你有沒有看到它的波動很大？對，是。它前面的時候還是都是熟的老式，对，然後後来突然嘣，最近的那個 AI 嘛，对不对？对啊。然後我另外有沒有給大家看下面這張圖有沒有哈？這張圖就是現金結餘的情況，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它領到現金的時候，它的那餘額是嘣就跳上來，然後呢，我們在那個配現金的時候就會掉下來嘛，所以你看00713有沒有哈？過去它是年配，所以一次配很多，然後後來它也變成季配，所以一次配息少一點，但是呢掉3個月，那你有沒有看到，即便掉下來一波還往上？對，所以它的現金累積有沒有？對，最多。然後你看那個0050有沒有？對啊，配息幾乎沒有配息，它在地上爬。對啊。所以呢，現金越少，就代表是什麼？他把錢都拿再去投資了。我們說，我股票裡面的錢最多，你希望是手上拿到了現金最多，還是說我的總價值最多？其實投資看的是總價值了。是，我覺得聽完怪老子老師跟我們分享之後，我們真的就有覺得啊，原來這個就是安穩的退休，那平淡過日子不是夢啦。那希望呢，大家能在這條路上哈，這個穩健的走，然後繼續收看下班經濟學。謝謝。